熬夜它就长了一些痘。看一下背啊，人家都搞聊天，你咋1对1健身教学？那这是我的专业啊。你开，嗯，我也是从今年，哎，去年，对，我直播了也才半年，所以慢慢摸索啊。啥时候去广州开个分店？这咋说呢？我觉得我做这个健身行业这么久了，就是从事这个行业之后，怎么感觉越干的越久，越不想上课了？就是不想，可能我属于比较稍微有点内向，不太喜欢跟人交流，所以就现在越来越不想上课了呀。我背平时这个作品发的少，可能比较喜欢看收纳机、腹肌更多一点，所以背就发的要少一点。正展二头，正展二头不太好展，我一展就在屏幕外面呢。嗯，这样展一下也行。二头分离度还是挺高的。我可以这样直播，但是前提是他不判我违规，不封我的账号。你在健身房里看不到这么大的肌肉，那当然，那健身房里坚持8年的没有几个人吧？那当然看不到。要是满大街都是这样的肌肉男，那谁还来看我直播？就是因为没人能坚持这么久，所以肌肉男就比较稀缺。腹肌怎么没视频里好看？因为现在腹肌不太清楚呀，但是没视频里好看。等我减1个月，那腹肌绝对闪瞎你的眼。腹肌，而且拍视频的收紧了，收紧了之后就比较线条深一点，对称一点，而且现在体脂要高一点，所以就腹肌这个身材练了8年，为什么没横屏？这个不是横屏吗？有没有拍背肌作品的打算？我之前有一些更新背部的一些作品，或者在其他账号上，你可以看一下。只不过相比于正面，背部更新的次数肯定没正面多。我会不会唱歌？我唱歌技术一般吧，唯一每次去 KTV 只会唱一些李荣浩的歌，因为就是比较低音，不用高音，高音唱不上去。感谢潇潇，我唱歌不好听呀。展示一下二头，我刚展示了二头，在哪一个号？我不是有3个账号吗？一个铁蛋，一个钢蛋，一个蛋蛋，每次刷到都是硬控。我打算开3个账号，3个不同的风格，你们可以给点建议。我第一个账号就是我现在的账号，还是延续现在的衬衫的一个风格。第二个账号是准备拍负面系，我买了一些负面系的套装，战术头盔、战术面罩，还有一些战术靴子，拍一些负面系的暗黑系、负面系的一些作品。还有个账号打算拍那个，它有那个闪闪的链子，啥链子？
负面系道具已经在路上了，还有2天就到了吧。还有账号打算拍那个，还有啥呢？还有账号还没完全确定拍什么风格，您可以给点建议，不要太奇怪就行。戴脖子上那个，脖子上，哦，那个项链啊，那个项链我刚锻炼的时候摘了，没戴，好像在家里。因为我锻炼的时候不太喜欢戴项链，感觉会出汗，不舒服。有想看的作品也可以发给我，然后我会就翻拍。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拍的多了之后，我也不知道该拍什么了，没有灵感了。不是项链，你说直播不让戴那个吗？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项链。那没关系，我现在时间比较空，我3个账号的更新都可以维持。可以丢粉丝群吗？因为我现在空啊，我现在冬天没什么课。腹肌怎么吃没了？对呀、腹肌最近不是特别清楚。感谢米格子刚刚掉线了，重新直播的。腹肌冬天呀、冬天我碳水吃多了之后，上次比完赛之后，有一段时间因为体脂太低，整个人感觉抑郁，所以我增加碳水量，体脂稍微高了一点。把你拍作品放到粉丝群里，我每次更新我都会发，第一时间发到粉丝群。法斗那个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也是我学员，他养。他之前经常把狗带过来，但是后面我不让他带过来了，我经常跟他一起去遛狗。那狗上次到健身房里面，结果到处尿尿，所以我就不让他带过来了，而且掉毛。哦，胸链啊，那个是违规的，不许带。杠铃划船咋练下背？杠铃划船这个看俯身的角度，你俯的角度越往下俯，它就练到下背越多。对，那个狗上次来了之后，它不是在一个地方尿，它是这里尿一下，那里尿一下，然后而且还掉毛，所以我就那个毛它掉到那个地胶垫上面很难弄起来，容易粘到上面，所以就没有再让它带过来。我一般都是在小区里面，他养了好几只狗，我遛一只，他遛一只。杠铃划船是肩胛骨带动手肘，是的。杠铃划船本身就着重控制肩胛骨的收缩。后面咋清洁的？我用了1个月才把场地羽毛全清理干净，拿吸尘器吸，还有拖地拖。没有什么味儿。那个法斗的味儿还好。平时拍摄的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角度，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看起来跟作品里差不多？你练2年后，正面和背面不一样大，才知道做错了。2年你才知道做错了。我喜欢吃什么水果？其实我感觉我每种水果都喜欢吃，但是我减脂期不能吃太甜的水果，所以一般我减脂期会吃柚子、火龙果这类低糖的水果。
对，苹果也喜欢吃啊，我觉得苹果挺好吃的。你要天天来看我直播，那你就祈祷他不要给我封掉。我每次最害怕就是一下播他跟我说违规，说我擦边。昨天我在家里直播，然后一下播他又扣分了，所以今天没什么流量，他已经限流了给我直播，低于60分就直播限流，减少推火。我的下胸比较发达，胸肌比较厚，练得久。因为我最早还没进入健身房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已经在学校开始做俯卧撑之类的动作了，所以胸肌比较发达。那如果正式按做俯卧撑开始算，我已经练了有10年了。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做俯卧撑，男默女泪。每次一发就有人在评论区发周冬雨的表情包，主播哪个背阔外延咋搞？背阔外延单边划船，哑铃单边划船。你有没有吃那种冲出来土豆泥？我没有，我一般都是吃早上都是燕麦加鸡蛋。对，每次发作品就有人在评论区发周冬雨的表情包，或者要么就评论把美瞳给他戴。你可能练不了这么长时间，没关系啊，能练多久练多久。土豆淀粉很高，土豆虽然淀粉高，但是它不属于精致碳水，没有那个大米和面条的升糖高。怎么练？这个讲起来很复杂，不是一句话可以讲清的。下胸最有效的动作就是双杠臂屈伸，双杠臂屈伸可以有效的增加我们下胸的一个轮廓感。即使你卧推推的很重，胸很厚，没有下胸轮廓感，你胸还是出不来轮廓线条。那10年你都吃什么？吃什么这个没有固定啊，主要蛋白质就是牛肉或者鸡胸肉为主，蛋白质来源，然后碳水就是米饭啊。我只计算碳水、蛋白质和脂肪、维生素摄入，怎么做没关系，只要这些量到位的就可以。双杠，双杠就是撑的那个双杠，部队里面不是有双杠吗？双杠，你在学校应该操场也有双杠。一周5天素，5天素怎么长肌肉？5天蛋白质。能不能来个健体正展？可以呀、健体正展。你有个朋友，你看他吃的东西难以下咽，那可能是因为他比较懒。其实那些东西也可以做的很好吃，只不过方便一点，他可能就做出来能吃就行。多重75公斤，展一下健体的正展。我比的也是就是健体的比赛，单手叉腰，然后身体侧旋，肘打开。明年应该可以在中国健美协会的全国锦标赛看到我。准备明年征战各个自然赛，中国健美协会的全国锦标赛、WNBF 的自然赛，还有环际自然拿卡赛，我都会去明年。期待明年我拿到职业卡。今年我去比的，我同一个小组的前面2名全部在杭州发卡赛拿到职业卡了，所以明年我比赛你要去围观。今年我比赛我没有在作品里发，所以没有人知道我去比赛。我在跟另外一个网红在决赛比较的时候，评论区全部都是在
他们的粉丝全在说那个网红拿第一拿第一，结果被我 KO 了。今年我拿了2个小组冠军，2个全场前3。我体脂现在是13到15。为什么遮住？那肯定是因为违规啊！不违规我遮它干嘛？我去比赛有人给我抹油，他有专门那个统一规定的油彩，专门有喷油彩的工作人员，但是细节方面需要自己补。因为为了防止那个每个人的油彩不统一，所以他们是统一上油彩。纯手工涂更好，其实手工涂出来不太好，一般都是拿那种喷的喷枪把油彩喷到身上，比较均匀一点。我比赛发出来呗，我发了没人看，他们只关注我的腹肌明不明显，不关注我比赛拿了第几名，所以我就删掉了把那个作品。而且之前有很多人质疑我是上科技打药的，然后我比赛拿到冠军，而且还是自然赛，也没人说话的，闭嘴了他们。你可以帮我把胳肢窝补全，可以啊。比赛的时候，胳肢窝下面的腋毛要全部剃干净，不然会影响这个油彩上色。伤心了。面拉也是肩胛骨带动手肘，不是的。面拉这个动作是练我们的后束，你想要练到后束，你就不能动肩胛骨，你得锁定肩胛骨，夹紧肩胛骨，不要动肩胛骨，只让肩关节做活动。如果你肩胛骨在动，那你的力从后束转移到了背上，那是练背，不是在练后束了。好多女的要自卑了，每一次一更新，全是女的说，全部都是说把他们去戴美瞳，其实还好，能不能看看背可以啊？我不是刚展过吗？其实相比于背部，正面的话，我觉得背还稍微差一点。今年比赛唯一的缺点就是上背不够厚，所以丢分了。好的，加油！一年一年坚持。我的臂围是41，曲臂41。我这个臂围已经2年3年没有变化过了，我觉得我肌肉很难再有很大的突破的肌肉量。现在唯一的就是把细节再完善一下，比如说腹肌再明显一点，背再厚一点。我的身高175，75公斤。充血的话42。等一下打个喷嚏，感觉有点冷啊。我把空调调高一点，有点冷了。场地太大了，空调温度低的话就。女朋友参加了巨力健美厦门站，这个比赛还行吧，适合新手，新人比较多。感谢大洋。人鱼线明不明显看体脂率还是这个人鱼线其实也要看这个腹肌的形状。
像我就算体脂率很低，人鱼线也不是特别明显。这贴的什么以前不贴，以前不贴，所以直播封了。你看没看？半个月没直播的呀。主播是什么？这个看不懂，你这个发的啥？我参加的什么比赛？我之前参加的是环际自然赛。明年你可以在全国锦标赛上看到我。明年我会提前公布我的比赛赛程，到时候可以去直播间帮我呐喊一下。今年我去比赛，直播间一个认识我的都没有，因为我一个人都没说，没有在作品里更新，所以没有人去关注，都是别的网红粉丝在喊他们支持的博主。我肯定是直男，不用想的。你要找男朋友，你去成都找，我不是同性恋。嗯，但是提前我还是有一个人气奖，我按照他的那个活动分享，然后点赞量比较高，我也拿到一个人气奖，还有2个小组冠军，2个全场第3名，2个金牌，2个银牌，对，咋练的？一年一年练的，我练了8年。我把这个放了。我练了8年。浙江这边越来越冷了，最近2天。那我其实后面还有一大堆奖牌我没有拿出来而已，在那个墙上挂着呢。我的目标是明年把墙全部挂满。你在主页刷到了？你刷到啥呢？我最近我的那个作品也被限流了，估计是被人举报，他一直限流到1月6号，所以我最新更新一个作品才几百个赞，只能自己关注的自己粉丝能看到，他不给别人推荐，限流。胸肌软的还是硬的，这个取决于你发不发力。你发力收紧，胸肌就是处于硬的状态。对啊，它限制了我这个账号搜索和就是
可能视觉效果上看着不止。因为我去比赛，那很多看着很粗，但是实际跟我差不多。感谢易雨欣，这个身材，背部宽度高位下拉呀，高位下拉宽度划成厚度，宽度和厚度是分开单独去练的。正展肱二头肌，只能这样展，抬高一点就是出屏幕了。肩胛骨下回旋，高位下拉，你就注意力集中在肘上，是沉肩的，肩胛骨是不动的。高位下拉，肩胛骨是不动，是下沉肩胛骨，靠肘往下拉。你这个做的全错的，怎么感觉？侧面的一个状态啊，侧面呢会不会去医院看一下？你先去医院看一下，我很健康。臂围是41虚臂啊，虚臂41那个。后束，刚展背的时候应该有后束。后束啊。臂围，其实胳膊粗的话会更有安全感一点。你的胳膊粗肩宽，整个人就会，就是咋说呢，更有安全感，衣服袖口撑满，对吧？主播有肌肤吗？有肌肤吗？这不是肌肤吗？这边的分离度会更高一点。来个蟹式，蟹式就不做了。肩怎么练？你练前束肩是练不宽的，你必须要练中束。肩膀的话，杠铃提拉、哑铃推肩、绳索面拉都是黄金动作。你可以先把这3个动作做标准，慢慢加重，你的肩就会越来越大。超绝溜肩。胸围没有量过。二头，这个二头常年练的话，你的二头的形状也会非常好。我的身材好像没有那么紧致的，最近体脂稍微高了一点点，过2天就好了呀。不敢理你，你说什么了？我不敢理你。你说的已经估计被封掉了，所以它没有出现，没看到，应该被封掉了。因为长期保持低体脂，整个人精神状态是很差的，会很抑郁，而且会掉头发。现在这个体脂率才是正常的一个体脂率啊，因为体脂率实际上太低，整个人一个是男性的话，长期体脂率太低，雄性激素水平会下降，一个是性欲下降，还有就是雄性激素分泌水平也会下降，然后你的肌肉增长也会变慢，整个人会比较抑郁。我再做一下比赛的姿势可以呀、下身的外延多做双杠必须伸，我1周6练，
有说的自然健身臂围能45加吗？可以呀，这个看身高的，身高越高那当然就臂围越大呀。看骨架和身高可以45加。那我认识的很多也自然健身，他们胳膊也有45啊，只不过自然健身要难一点。比赛的造型哦，正展就是正展的一个造型，它身条侧腹，然后手叉腰，这个就是比赛的一个造型。上台，每天都做双杠吗？那不是的，只是练胸的时候做呀。你每天做，你的肌肉都恢复不了，它怎么增长？你得刺激肌肉，然后让肌肉恢复增长，才会变大。不是太高的不容易堆肉吗？什么太高的不容易堆肉？我掐一下下腹赘肉，我掐不了，我掐的违规，我不能触碰我的身体。我的下腹没有多少赘肉啊，就算我现在处于非赛季，但是我体脂率还是15到13，比正常人还是要低的呀。那大部分人一般都在18到20。如果我的腹部脂肪很高，就不会有腹肌轮廓了。为啥感觉下腹好糊？那下腹最起码你体脂1到10以下才能看到下腹清晰度啊。我现在13到15，不可能下腹很清晰的。而且如果要常年保持10以下体脂，肌肉增长会非常慢，因为碳水量摄入低了之后，激素水平偏低。碳水量低的还有个影响就会容易脱发，而且整个人会很抑郁，所以特别低的体脂其实不是很健康的。健康的体脂是在15到20之间，这个体脂率既有肌肉轮廓，然后整个人也比较好维持。我站这儿不累吗？不累，因为像我这个行业，如果是给学员上课的话，夏天很忙的时候，一天要站好多个小时，因为要进行指导纠正，已经站习惯了。每次上课得站在学员旁边，纠正动作，然后进行教学。所以每次我上课就是手放在身子前面，这样站着去纠错数数1、2、3。我练几年？我练8年，练了8年。健身房是不是就你一个人？对啊，这个12点40了，谁还这么晚来健身啊？正常人不应该都睡觉的吗？对啊，主要跟大家聊天，有什么不懂的健身问题也可以问。现在其实我已经肚子有点饿了，我刚刚那个11点半锻炼完，其实练后2个小时内最好快速补充蛋白质，
这个时间段是蛋白质吸收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段。对于增肌来说的话，就练后1个小时内最好快速补充蛋白质，要么就是直接吃饭，如果来不及吃饭就喝蛋白粉。所以说蛋白粉其实它只是一个代餐摄入蛋白质的一个补剂，并不是说喝蛋白粉就能长肌肉。晚睡不会掉肌肉吗？晚睡不会掉肌肉，睡眠不足才会掉肌肉。我健身了8年，健身了8年，怎么能约到主播？你买课来锻炼，我给你纠正。我已经在准备明年比赛了，明年应该会比很多场比赛，全力出击。我的臂为41，曲臂41厘米。明年比赛赛程我会提前公布，到时候可以去直播间，就是比赛的官方直播间支持一下。现在在增肌吗？也算增肌，因为可能针对弱项加强。像我的上背比较弱，现在着重增加上背厚度。没有受伤，只是不贴的话会违规啊，所以还是贴一下的。练胸三头练到更多怎么办？带护肘，带护肘。带护肘的作用就是减少三头参与，让力量集中在胸大肌上面。就是受伤了，害怕担心。怎么受伤？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要怎么受伤？钢丝球搓的吗？我是不睡觉的吗？我睡了，我一会儿就回家睡觉了。你来告诉我这个位置怎么受伤？我今天起床一般9点，9点到9点半，早点休息。好，我一会儿应该1点就准备回家了，1点回家吃点东西，然后洗漱睡觉。大家也早点休息。健身教练吗？是的。休息的你看什么？这个1点了你还不睡吗？熬夜对肝不好。拜拜。是的。但如果我的作，但是我习惯了1点睡和9点起，这个作息已经成这样，就不算熬夜。熬夜指的是如果你平常9点睡，那你今天突然1点睡，那当然属于熬夜。还有就是其次一定要睡眠充足，不要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其实危害很大的。我觉得整个人一天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睡眠。你睡眠好的话，你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会很好；睡眠差，你整个人一天的状态都会很差。所以先保证一个就是高质量的睡眠，然后就是饮食干净，然后再加一点锻炼，就会非常健康，给自己的寿命加长年限。我做教练5年。
胸肌拉丝，嗯，我不知道刚刚会不会违规，因为我之前稍微动了一下，它就违规了，还是谨慎一点。OK，我也现在准备回家睡觉了，嗯，大家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现在问，然后我们准备一会儿回家了，回家吃饭、洗漱、睡觉，明天早起练胳膊，明天练手臂，今天练了肩膀。这个健身房就是你的，是的，这个健身房是我开的。主播会媚粉吗？媚粉是啥意思呢？我的体脂率现在在13到15之间，所以腹肌没有之前清晰。之前腹肌最清晰的时候是比赛的时候，那个是7%，7%的体脂率，你的下腹就会非常清楚，上腹下腹，而且腹部会有血管。平时有故意控制饮食吗？当然要控制。我不控制的话，那不成胖子了。为什么这么保守？这还保守？我都我都上半身都没穿衣服了，还保守？我不贴着你，明天就看不到我了。你明天还想不想见到我？不想见到，那我现在就撕了，因为我只有蓝色的。是因为阴影？什么阴影？你能不能练成我这样？可以呀，前提是你得练起来。你光嘴说。是的，我不贴会违规。OK，感兴趣的点点关注啊，明天还是会直播，不违规的前提下我还是会直播，如果违规那就另说了。然后我也会更新作品，最近有点限流，所以作品在一个主页的一个小号更新，等到1月6号流量解封之后，我会保持1天或者2天更新的。晚安。我手臂上绑带那更要疯了呀，他觉得我在擦边暗示。自然健身8年。OK，晚安，明天再见啊，点点关注。OK，拜拜，回家睡觉。